位同学，大家午安。午安。是，来提醒大家，这个手机麻烦请放静音，我是放到飞行模式。好，来手机。好，刚刚主任有提到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荣誉村民工作坊，今年的11月17、18。好，那如果想参加我们的一日工作坊来是一日吗？想参加我们的荣誉村民工作坊那这个费用是完全捐给赛斯村的。好，可以来参加。那11月18、19是我们的赛斯大会。好，再来就是我们这个赛斯教育研讨会。我们今年的教育研讨会第一个请到蔡昌琼教授，就是这个玄奘大学的教授。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是南华的教授，他什么时候搬到南华去了他本来就在南华吗？他都没有通知我好，来。这个就是我们的杨慧宇教授他是赛能力第2的作者。好，那这本书也刚好是这个时候出版的一个部分那讲到人的这个超感官知觉，好不好？超感官知觉。好，来，那今天有很多新同学来来，有没有哪个新同学要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看到有帅哥我们让帅哥来说个话好不好？来那个对，来那个因为这个很少看到这么小鲜肉你到前面来，好，那来，我们本来是在座位上就可以了，来，站着或坐着都可以，坐着好了，对，帅不帅？帅好，来，今天怎么会想来？你让我们以为好像接触赛事都是一些老人家，有没有？你看不是嘛，有这么多年轻的帅哥，对不对？没有，就是一开始原本就是有在关注，就是这个公益演讲的部分，然后就是好像10月份有一场我刚好错过了，然后后来我找一找，想说就是刚好看到11月初有新北的这个公益演讲，然后我想说就来了。可是很好奇第一个你今年几岁？22岁。那怎么22岁这个年纪会关注到身心灵跟许医师的演讲？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比如说你是遭遇到人生什么样的挫折，或遭遇到什么样的苦难以至于你会希望接触到赛斯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你看这些人就遭遇到挫折苦难然后就对非常苦难，对是然后才来到这里这样子，对，应该说就是一开始就是有那个家庭的，就是我一个阿姨，然后就是她的婚姻上面有一点问题这样子，然后就是后来她就接触到就是赛事这些东西，然后就是把她的婚姻从破碎，然后最后再变到圆满这样子。就你看我们没有只鼓励人家离婚，你看我们有破碎到圆满的所以我们接触赛事都是离婚的，不对我们有破碎到圆满的，好不好？来继续说，然后对，然后我就发现说，哇，这东西怎么那么神奇？就是可以，对，就是然后后来我又是就是我那个阿姨有跟我就是分享一些有关这方面的东西，这样，然后我就是好奇之下，就也来看，发现有些说的就是真的是蛮有道理，还有一些就是说科学有些无法解释的东西，但是却成功的。对，表现出来，我就觉得说，这个慢慢看，就是有不知道该说兴趣，就是觉得说，对，就心灵上，就是当然难免有时候可能有说，因为现在大学毕业可能要找工作然后也面对家庭这些会有一些问题，然后看一看，觉得发现说相当的有帮助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赛事应该对年轻人是很大的启发了还有就是各位阿姨一定要把自己的婚姻把它弄好，这样年轻人才会有接触的机会，好不好？是，来我们给这个年轻人对，还有这个同学家里因为我们在座也是有非常多成功的企业家了如果同学家里有这个企业需要人才的我们这个年轻人看起来是很有冲劲
对，也许也可以希望找到一份好工作哦。好，来有没有来那个丽娜老师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那个你们这一届的心灵驿站一下？好，心灵驿站就是刚这位同学提到的哈。来，因为赛斯心法其实帮助很多人恢复健康，我来讲一个实际的案例哈，但是我还要这样讲哈，许师讲这个案例的本意不是要大家不吃药，好不好？不是要大家不吃药。那的确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的医学有2个部分其实是很值得去改善的地方。第一个要改善的地方是，好像我们具有医学知识越多，我们越不容易信任身体的健康。好，那赛斯心法很不一样的是，赛斯心法不断的强调你要相信身体天生是健康的。好，你要相信身体天生是健康的。好，而不是到了中老年之后，一天到晚担心身体容易生病。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常常当我们有小病的时候，各位就开始焦虑了。好，因为我们过去有个观念，小病就会变大病。可是其实有时候这是因为你的负面思想跟恐慌。好，如果你真的以一个家医科的角度，或是真的以科学的角度来讲，大部分人体的疾病都是小病，90%以上的小病都是身体自我疗愈的。各位，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好像以前的感冒我们所有吃的感冒药都是减低症状啊。在过去我们很多的感冒药都不是在针对病毒本身，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好，在最近的这些病毒的药出现之前，早年所有的感冒药都是在减轻症状，就是没有一个感冒药是在医你的感冒啦，它就是减低你的症状而已。那意思是什么？只要你没有这些不舒服，感冒就是自己会好的概念呐。好，可是大家对健康都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好，然后于是我们就很心急，希望赶快把它医好。那事实上很多的疾病，你应该要去正确的诊断，甚至正确的去把它弄清楚，到底这个疾病是重大疾病，有危及生命的，还是它就是一个小病。各位明白徐师的意思，而不是自己在那边不断的投射。好，举例来讲，徐师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个案呐。胃痛，就自己觉得自己把自己当成胃癌末期了，就搞了半天，只是胃发炎而已啊。他就不断的投射很多的负面，然后自己越想就越恐怖。事实上，当你真的去面对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个小病。OK，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时候我们的医疗又会做2件事，一个是无效医疗，一个是过度医疗。事实上，我们很多的医疗行为是无效医疗跟过度医疗。来，各位，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多一点耐心，你多一点自我的生活作息的调试，你多一点自己内在的改变，其实它就是会慢慢好起来。好，那这时候我就常常很喜欢举我妈当例子。我妈就是那种吃1天的药没有效，第2天就停掉的。对，好，然后到后面的医生就很厉害，后面的药就很有效。来，为什么？因为到后面也差不多要好啦，好，那很多疾病都是后面的医生比较厉害，为什么？因为到后面症状出来的医生诊断就很简单了，刚开始初期根本诊断不出来啊。好像比如说带状疱疹，初期是很难诊断的，初期就是刺痛啦、不舒服啦、痒啦，对。可是刚开始，所以带状疱疹刚开始的医生不一定诊断得出来哦。因为你就跟他讲这边痒痒的，这边会抽痛啊，他就以为可能是肋间神经痛或什么啊。然后你再过个4-5天去看起了水泡了，医生就这水
是带状疱疹啊，你就好厉害啊！原来医生怎么那么笨？原来没有啊！来，明白了没有？所以你越看到后面的医生，后面医生就会越厉害。可是后面的医生比较厉害吗？不是，是症状出现啦。因为很多疾病会随着症状而改变嘛。再来，后面医生开的药有没有比较有效？有啊，因为疾病也差不多要好啦。所以有时候过度医疗跟无效医疗，它会妨碍我们身体的自我疗愈哦。各位，它会妨碍我们身体的自我疗愈哦。所以各位来讲个比较俗气的哈，许医师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医生，我的很多个案都是来找我减安眠药的。因为常常个案来，我说哎呀，要不要开安眠药给你？他说许医师，我就是来找你减药的啊。像药费我又赚不到了，对，他就是来找我减药的，所以他来要看我，他就是来找我看可不可以少吃药，他就是来找我看能不能把这些焦虑的药镇定剂、安眠药可以把它减掉。对啊，可是事实上精神科开业很简单，各位就是刷药嘛，就刷药给病人啊。你看台湾从北到南有多少人需要安眠药？有多少人需要抗焦虑的药？有多少人需要这些药？各位，太多人需要啦，那就是刷药就好啦，刷药就好啦。但是不是医疗不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常常会有很多刚讲的无效医疗、过度医疗。对，好，那身心灵的学习，我再讲一遍，不是不看医生，不是不吃药，而是把看医生跟吃药作为辅助治疗。最重要的治疗是谁？自己，是自己。你如何做情绪的释放？你如何启动身体的自我疗愈力？你如何去了解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然后去了解到底我的内心有什么样的痛苦，什么样的焦虑，什么样的烦恼，然后反映在我的身体上面去，然后怎么样透过这东西的觉察释放掉负能量，然后同时如何让你的身体的自我疗愈力提升。好，那其实许医师接触赛斯心法快40年，快40年。其实在将近40年当中，我没有不生病，我有生病，偶尔1-2年感冒一下，偶尔稍微脚扭到一下，偶尔稍微这边这个耳屎塞住一下，偶尔稍微耳鸣一下，偶尔稍微这边关节痛一下。但是我这将近40年，我没有吃过任何一颗感冒药，我没有吃过任何一颗退烧药。有啦，有时候急性关节痛的时候，这个或腰痛的时候吃过止痛药，因为实在是腰直不起来。有，我没有完全不吃药，各位明白吗？牙痛的时候也会去看牙医，也会去看牙医。对，但是我不会做很多的过度医疗跟无效医疗，而95%以上都是去找生病的内心能量的阻塞，去找生病的背后的压力跟痛苦，然后怎么去释放，然后同时让身体怎么样去自我疗愈。好，那请丽娜老师上来是因为她是这个心灵驿站的主持人了哈。那目前我们心灵驿站已经进到第3届了，那下一届就是开始要做慢性病了。好，因为许医师的兴趣不是只有癌症，包含所有的慢性病。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在心电管顾会有慢性病的身心灵团疗。那我们的心灵驿站第4梯就会是慢性病。那我们目前是癌症的第3梯。好，来，丽娜讲一下你们在心灵驿站的时候，你们面对这么多的癌友，你们的心得是什么，或看到的是什么？好，谢谢许医师。那个心灵驿站现在已经到第3梯哈。那我们的确在刚才许医师在说的那个身心灵的自
自己内在的自我疗愈力。自我疗愈力它是如何启动，它是如何影响的？我们在第2期的时候，目前资料还在整理哈，研究的资料还在整理，可是真的很放心。镜头很开心的跟大家报告，我们目前统计跑出来的结果是，身心灵的这套课程这样的介入是有显著差异的。那这个是怎么说？就是有2群人，一群人参加心灵驿站，都是癌友；一群人没有参加心灵驿站。有参加心灵驿站2个月之后，他们的身心灵健康的指标有显著的提高。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自体免疫力，就是身体本来就是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正在整理这些资料，预计今年12月把这些资料发表到期刊。因为我们这个计划是跟大学跟研究所合作的。好，它是一个这个研究计划，所以我们是有同学的捐款来做一个课程费的补助，所以它是一个科学研究的一个计划。也就是我们开始要慢慢让这个世界学术最专业的学术机构、学术对话，让他们知道赛斯的整个哲学观、整个身心灵对我们人的影响，它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开始要慢慢走出来，让这个世界知道了。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从我在兼职实习的一个梦想啦。那个时候我本来就想要做这个研究，因为你知道研究生开始就想，我觉得这个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别人知道。那时候在做论文题目，本来就是要做这个，但是因为发现自己那时候力量还有限，后来就做了宝可梦的研究，那也就毕业了。这根本就混毕业嘛，是他的毕业的心理的硕士论文是做宝可梦的研究，就是我做老人的，自己爱玩啦，先生爱玩啦，整个家都在玩宝可梦啦，然后自己就是这样用这个论文混毕业这样子。所以各位念研究所没有真的要念，就是写个论文混毕业也是可以毕业的，好不好？好，来，好，那个时候有这样的念想，但是因为没有经费。后来就想没关系，我就把这个念想先放着。等到我毕业了，那刚好在个案在跟我谈的时候，他说他在整个癌症治疗的时候，心里没有人撑住，他的死亡焦虑，他的情绪焦虑，他不知道该跟谁说。尤其在住院期间，后来我就说，那不然我们就来，就是因着许医师的响应，我们要做身心灵医院嘛，对不对？那我们就试试看可以怎么做，然后捐款慢慢就进来了，然后有另外的同学也捐款了。那想有钱了，我们可以开始来做这些研究计划。那最近在 FB 在那个网络电视有一个影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了？就是参加心灵驿站的同学的分享，有看到了吗？有看到了请举手。好，这些同学的分享。我每看一次，我就每掉泪一次。他们的分享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在他们的心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有一个同学他说，他其实不知道他的生病，刚开始他不知道他的生病是来自于他的心生病了。后来参加了心灵驿站，他发现在他日常生活里面没有被照顾的。赛斯心法，如果我用一个很简单、最没有学问的说法来讲，就是所有的身心疾病都是先从心生病开始。那目前的医学主要是去直接治疗你的身体，但是身心灵的观念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们所有的身心疾病主要都是从心的生病开始，那么我们就可以从心灵来改变能量，那从这个地方再去做身心的自我疗愈。各位，这才是根本跟究竟。但是因为这个观念大家都知道，但是没有人会操作，所以赛斯心法最棒的地方是它可以把这个理念变成操作。那刚好徐医师又是家医科医生，
又是精神科专科医师，然后又研究赛斯心法将近40年，所以怎么样从心理心灵的角度，把这个不快乐的心也好，有压力痛苦的心也好做调整，然后再同时让身体怎么样恢复健康。好，所以它跟医学是不违背的。好，但是当然我们这样的研究就会把医学当作是辅助啦。好，心灵的治疗才是最主要的。好，所以在心灵驿站，它除了提供一些知识上的，更是撑住每一个同学，整个用团队的力量去撑住每一个同学，包括同学的不被爱，包括同学的孤单，包括同学的寂寞。有这些分享的同学，他让我们知道，在这个平台上，他原先在他的生活得不到的，他在这里被尊重、被爱、被照顾、被倾听、被接纳，产生一个矫正性的效果。他的人生开始有了原来我可以这样被对待的经验，就在这2个月沉浸式的学习，他带着生命本该如此的开始长出一个自我对待的方式，然后开始展开他的人生下一段旅程。我觉得这是在里面我听到同学分享我最感动的部分，而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部分。是，好，我们谢谢丽娜，好，我们谢谢我们的陈如。那其中一部分也让大家看到许医师会把我这20-30年所做的东西，最后慢慢学术化，慢慢科学化。好，然后先讲个笑话了哈，我未来的目标是诺贝尔医学奖。诺贝尔医学奖了哈，但是现在都颁给那些主流的那种大家的主流的医学的概念哈，就还没有人思考到，原来真正人类的未来不是那些主流的研究，甚至也不是疫苗，主要是身心灵的研究，好不好？那这样的研究其实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啊！所以许医师这20-30年、30-40年哈，说实话，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学员的支持其实是不容易走下去的，好不好？不容易走下去的哈。好，来，那在开始我们的讲题前我们也是有一个守护计划啦，因为之前我们的台南分会，那考虑到底要搬家还是要继续租下来。那目前我们是跟房东继续租下来。那台南分会我们在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在那里将近几年了。已经将近大概14-15年都在那个地方，等于说那个地方是我们台南的key 给处的概念了哈。那但是最近房东放出一个讯息，说如果我们基金会想买的话，一坪15万要卖给我们。好，那个房子大概100多坪，那算一算大概1500、1600啦。好，那后来许医师就交代财务长去做评估，就值不值得买，行情上 O 不 OK？好，后来财务长的评估是低于市场行情啦。好，那如果台南要继续发展的话，那个地方是可以朝这个采购下来的方向。后来财务长这个研究了一下但是目前基金会的财务主要是来支持赛斯村。好，我们的赛斯讲堂，包括今年你们去赛斯大会就会看到，我们赛斯讲堂已经可能在半年就完工了，鼓掌一下。这是全世界第一个赛斯讲堂，然后我们的 BOT 也如火如荼在进行，如火如荼在进行。简单来讲，你们1-2年后，如果再到花莲赛斯村，你们就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美轮美奂的赛斯村。然后我们在我们的 BOT 当中还会有一条赛斯河是。那听说厂商很感动我们这个理想要帮我们做那一条赛斯河，然后要送我们2艘船，所以未来大家到赛斯村可以坐着赛斯河，好不好？那千万不要投河自尽那个河不会很深，顶多到你的腰OK， 这跳下去是没有用的，好不好？好，那后来。所以我们台南的这个部分那许医师那天就灵光乍现一下其实我主要是想呼吁台南的学员了来镜头前面，如果你们是台南人或主要是台南分会的学员那
徐师应该讲哈，这个正式启动台南的这个购置计划了哈。那后来我就在想因为基金会目前财务也是比较在吃紧的状态，所以后来我就突然灵光一闪，我想为台南分会招募100个这个护持者，100个守护者。好，那100个每个人如果愿意捐15万新台币，我们1500万就够了。那徐医师会当第一个。好，那结果后来徐医师说当第一个的时候，我们财务长说他要当第2个。好，结果我们的阿宝阿宝哥说他当第3个。后来徐医师那天上个月到赛斯村去，有一个做房仲的同学因为他没有结婚没有小孩啦，反正也没有什么婚姻，也没有什么孩子的开销，他说他当第4个。好，所以我主要是以台南分会为主，那主要是希望以台南的同学为主，好不好？那在座如果你们对台南有特别的感情，或是你们是台南人，或是你们其他认识的朋友，如果是台南分会的学员，也麻烦通知他们。好，那我不知道这个计划会不会成功，我不知道。好，但是至少我们有这个计划嘛，有这个计划，好不好？好，来。所以我们从这个主题再提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在这里，怎么样？这边好，守护自己就是守护所爱。好，来，我还是请主任来讲一下来，为什么定这个题目？然后你的心情是什么？然后你会对这样一个题目有什么心情？比如说你自己会不会觉得你守护你自己就是守护你老公啦，或守护你自己就是在你不要这样瞪我，你看又在瞪我了。哇，守护你自己就是在守护你的家人，或者有时候我们守护自己也是在守护小三什么之类的对，你看我这个表情那怎么样守护自己就是在守护所爱。来，守护自己就是守护所爱，就是先把自己照顾好，你才有能力去照顾更多人嘛。对，其实这就是我去年的这个时候决定北上的一个很纠结的一个心情啊。对，其实到现在就是那个纠结很多，有亲密关系之间的，跟原生家庭之间的，因为其实他是刚结婚就从高雄到台北来了。没有，我跟你面试的前一天刚吃完提亲宴，所以其实就是一种抛夫的概念，所以到了新北来的意思了对，然后提亲宴结束后的2天3天吧，那时候就北上来跟前主任交接了，所以其实那时候很紧凑，其实。然后北上之后很多，难怪他会定这个题目来自我合理化，有没有？就是守护自己就是守护所爱可是真正的事实是抛弃老公到台北来工作，对不对？可是合理化就是我先守护好自己就是守护所爱，对不对？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怎么样都编得出理由。你怎么想瞪我啦？好了，请继续。好烦好，我要讲什么？对，气死了。就其实来新北这也1年了啦。对，那其实这1年来有很多的，其实受到很多的惊恐跟惊吓，其实是没有好好处理的，所以也只能告诉自己守护好自己，守护好自己。要不要讲一下一个人怎么守护好自己？我觉得这就是今天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呀。好，因为传统宗教的精神常常要我们牺牲自己或压抑自己，好，去为别人付出，为别人着想。那我先讲一遍，这不是不可以。好，各位，你真的要做，我也不反对，但是我只是告诉你，最后会行不通，最后你就会翻桌就对了啦，冰豆你就会翻桌啦。好，因为如果你没有把自己照顾好，没有把自己守护好，你一味的自我牺牲，最后你会由爱生恨。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我为你牺牲的一切，你竟然跟别人在一起，那大家就一起死啊！各位明白了吗？好，甚至是为孩子过度付出的父母亲，那我就算你做得很好很好，你也不去索取，可是请问无形当中孩子会不会有压力？你为我牺牲这么多，
你为了我一辈子吃苦，那我太太如果还不孝顺你，那这个太太我不把她杀了吗？小童同学，为什么你这么激动？我妈妈为我牺牲这么多，孤儿寡母，然后年轻的时候这么漂亮，抗拒那么多男人的追求，结果我娶了一个太太，这个太太对我妈妈不尊敬、不尊重。各位，这个太太我不是把她杀了吗？各位懂我意思哈？对啊，所以如果一个为孩子过度付出的父母，还是会觉得压力很大，他不会勇敢的做自己，甚至他旁边的人也会跟着而承受很大的压力。所以赛斯心法跟传统的宗教观念其实不太一样，他不要你过度自我牺牲、过度自我委屈，因为第一个你会在做爱的勒索，你会做爱的勒索。再来，你会无形当中加诸你所爱的人一个无形的压力，因为你没有活出你自己，你把自己存在的重担加诸在别人身上。所以那时候佩玉可能到北部来的时候，当然其实真的原因是可能他也没那么爱他先生的OK， 没有，这原因是他怎么守护好自己，他如果成就他自己，他才能够守护这个婚姻，对不对？可是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来，继续说。我跳到黄河洗不清了。对啦，其实就是我就是一个扭曲的格拉马大嘛，所以其实对身边的很多人其实是有很多的掌控啦，包含对兄弟姐妹、对亲密关系人。那其实他说的是客气啦，其实比较多的是去付出啦，对，就是想要守护这个家啦。可是守护这个家如果没有把自己守护好，那其实是反而是这个本末倒置啦。对啊，那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其实这一年来身边发生了很多事情啊，就是我跟我老公之间啊，那我跟我弟弟啊、姐姐啊，那像今天其实是我堂弟的告别式啊，那我没有回去云林。对，因为这里有更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先守护好我自己眼前能守护的，这样。那就我记得许医师其实一直在提醒我，就是你要先把你自己照顾好，你先把你自己照顾好，然后先去医院把你自己身体的状况处理好，搞清楚，然后先把你自己的眼睛给照顾好，这样子。但对我来讲，其实这是需要一直去练习的，因为你只知道要去照顾别人，照顾你在乎的人，可是你不知道要去照顾你自己，一直以来都是。所以其实刚刚问我说我照顾自己的方式是什么？吃啊对就想要做的事情越多，那就吃的越多，然后越把自己长得更胖。对，就来到新北，然后大家以后不要再送东西给他吃了，对，送一点别的玩具什么之类的，好不好？不要再送吃的东西了，送一点玩具，好不好？对，比如送个跳绳给他啦，送个那个滚轮有没有？那种有没有？对，那个可以练肚子那种有没有？送给一些运动器材，哑铃什么之类的就不要再送吃了。上个月的赛斯村，他抓我要去跑步，我跟他讲说，我才不要，你去跑步，我回房间滑手机，我才不要。对，不要再送吃的送一点哑铃之类的跳绳之类的。来，继续说。真的很不知道什么叫做守护好自己，照顾好自己，就是除了吃这件事情以外，真的不知道。我真的必须坦诚讲，才知道说原来自己一直以来，虽然才30几岁，但把自己活成这样，那有点悲哀，你知道吗？对，那你没有办法这样守护好你自己，就算身边的人再怎么样善待你，其实你也不见得能够收得到。因为爱这种东西是别人给你要收嘛，但是别人给了，可是你这边的接收端是出问题的，你知道吗？你的受气是出问题的，那就关系就会有很多的受苦啦。对，所以但是我又觉得说守护好，这就是我的纠结啊，就觉得守护好自己，先去把英雄式的自己活出来，就好像很自私一样。
好像很不负责任，对，所以就会有很多的纠结，然后会有很多的拉扯，对，那就最近就比较忧郁啦。对我来讲，最近比较忧郁。我觉得好像这一年来，你忧郁是会吃多一点还是吃少一点？哦，我会吃多一点。这不管怎么样，结论就是会吃多。你看，开心犒赏自己，对自己好也吃；忧郁觉得心情不好也是吃。我关心他，那就送吃的给他。对，其实基金会里面大家都很疼我啦，真的就是看到我就会塞东西给我吃，就只有一个人会在旁边说：“你不要再拿东西给他吃了，不要再叫他吃了。”就他。对，所以就是其他主任们如果要拿东西给我吃，都要趁着许医师回去休息的时候，你赶快，你赶快，你赶快！我想我跟他记得逃谁啊？那种感觉。对，就最近会比较忧郁一点啦。那最近赛斯家族之间其实也蛮多人离开的，那我自己身边也有嘛。那我自己好像最近比较去愿意去面对，说就是往更深一层的去守护自己啦，就是把这一年以来就是真的来不及处理的这些惊吓啊，然后恐惧啊。然后到这阵子好像才比较真的去面对，说原来就是假设说我北上的这一年惊吓指度有100分的话，我大概只面对40分吧，就是达到补考资格而已。是对，可能连一半的面对都没有。对，好，那我们就谢谢佩仪主任。好，就送给他一点运动的东西哈，玩具也可以哈，那这个跑步机也可以了哈。那不要再送吃的了，好吧？开玩笑。来，今天的题目哈，来刚讲守护自己，然后守护所爱。好，来，我先跳开这个题目哈来讲一个。本来上礼拜要在台北分会上的梦进化与价值完成的读书会的内容，他提到所谓的守护者或守护神，你要叫神也好，守护灵也好，或是所谓的协助者，对，或是所谓的护持者。好，来，徐师先讲我的企图心我先讲我的企图心。徐师的企图心是希望所有过去我们在宗教里面的神跟佛。来，各位，第一个，宗教里面的神跟佛是圣经里面的上帝吗？在东方是寺庙里面的佛吗？或教堂里面的神？不管这个神是你认为的上帝还是主耶稣，徐师有一个企图心，希望把所有这些神跟佛把它个人化。来，个人是谁？就是你。把它什么？生活化。来，生活化是谁的生活？谁的生活？再来把它什么？具象化。再来把它实用或实际化。来，各位，因为我想解释2-3千年来的宗教，我们没有做的不好，我们树立了很多群众心目中关于这个世界是有神跟佛的概念。好，神佛的概念并没有不好，
好，赛斯也提到宇宙是有创造者的，而且创造者的确是怀着爱创造天地宇宙万物。任何的所造物都是一切万有怀着最大的爱所创造的。来，各位记不记得上次徐师在这边讲两难之局？我知道同学听完也没有懂哈，我都知道哈。但是徐师今天要讲更具体的是，所有宗教里面的神跟佛，我刚刚讲了，它可能是寺庙里面的佛，教堂里面的神。那我讲实际一点，那跟你什么关系？有啦，你有去寺庙拜拜的关系啦，有啦，你有去祈福啦，有啦，初一十五啦，有啦，过年你去上个香的关系啦。那教堂的神跟你什么关系？不一定有关系，各位明白吗？不一定有关系。好，那这个守护神或守护灵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赛斯心法里面的概念是，所有过去我们对神佛的概念，它变成了个人化。好，来，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各位就知道我的意思了。以前我们的学习是大班制的，然后一个老师在这边上面上课。好，这种学习它不见得适用于每个小朋友。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小孩到学校遇到学习瓶颈啊，比如说数学不会嘛，不会就是不会嘛，怎么样都不会，因为老师在上面教，你不一定听得懂啊。这时候父母就会帮小朋友请一个什么家教，那家教怎么样？1对1的来指导你，那看你哪里不会，来，对不对？好，我今天就要讲这个概念。赛斯心法的目的是什么？把2、3千年来关于神佛的概念，来为各位怎么样？个人化。个人化。就是这个神佛，他知道你叫做吴少伟。这个神佛，他知道你为什么来地球投胎轮回转世。这个神佛知道你上辈子是谁，知道你所有这一辈子的一切的内心所想，生活中所遭遇的。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佛，他不是一个惩罚的，他是比你跟你的呼吸还要更亲密的一个能量体，而且他就在你的什么里面。来，各位，所以第一个学士要讲个人化，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投射在那里的一个神像，不是了，它属于谁？你个人。所以这就是整个赛斯心法未来要在这个世界带给众生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好，如果我要讲的话，它是一场新的心灵宗教革命，各位明白吗？它是新的一场心灵的宗教革命。这个宗教革命是神佛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属于来大雄宝殿里面的，属于教堂的。神佛是属于谁？你。来，以赛斯心法的术语来讲，它就是说什么？神佛就是你内心的爱、智慧、慈悲、创造力、喜悦跟什么神通，它就代表了是你的内我。来，明白了吗？各位，那如果学士要讲的话，其实这句话是充满了感动。经过了2-3千年，人类终于可以把神佛的概念怎么样？个人化了。个人化了。人类终于不再把神佛投射出去了，各位明白吗？投射出去了，高高在上，与你无关，而是真的回到你的内心。它就是你内在的能量的一部分。
它就是你内在能量的一部分。所以各位，第一个个人化代表什么？它跟你的亲近化，它就是你生命中最亲近的能量。来，甚至徐师举个例子来讲，也许在座每个同学，你们小时候不一定都有家庭的温暖，你们小时候也不一定有爱你的爸爸妈妈在你身边，不一定。那到后来，当你内在有爱的匮乏，你向谁索讨呢？来，各位，就是这个神佛的概念，就是这个宇宙造物主的概念。好，因为你的父母，讲句实话，他也许爱你，但是他的方式可能是粗鲁的，可能是扭曲的。对，就像徐医师以前在精神医院有很多药瘾、毒瘾的。好，那个爸爸跟我说：“医生啊，你不要说我们都没有教育啊，我们从小就打啊，犯错就打啊，打到他离家出走，打到他逃学呀，我怎么会没有教呢？”他说：“我不是没有教啊，我教到好多棍子都打断了啊。”我现在想教个屁，你是在教什么啦？你要教是对，但是你的方法对吗？你的方法就不对呀，难怪他去逃家嘛，难怪他去加入帮派，难怪他去吸毒嘛，因为你什么问题就用打的嘛，各位懂我意思？好，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父母没有不爱我们，可是有时候他的方式可能不对。第二个，我们父母也是人啊，他如果从他的父母那边没有得到爱，他怎么给你爱？如果你的父母一天到晚吵架，他怎么给你爱？如果你的父母自己自身难保，你菩萨过江。比如说，如果你的妈妈有严重的婆媳问题，你妈妈都离家出走，她怎么给你母爱？她自己都快被她的婆婆逼死了，她怎么爱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从小不一定得到父母亲的爱，不一定。那各位，谁给我们爱？谁给我们爱？很多人就会去寻求所谓的宗教上的神跟佛，那也没有错。而赛斯心法就要把这个神佛怎么样？个人化、亲近化。来，我再举个例子哦。我是精神科医师，我举这个例子。请问一个思觉失调症的患者，他听到的幻听真不真实？来，真不真实？很真实啊。那是你听不到，我有听到啊，听懂了吗？请问一个思觉失调的患者，他进入妄想的时候，妄想真不真实？真实啊。对你而言你不真实，对他而言呢，他很真实啊，他就会告诉你，我的幻听跟我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对啊，像我有些个案跟我一边做治疗一边跟幻听在聊天呢，然后跟我一边治疗一边你说什么？你看今天天气很好，我们去聊聊天。他就像跟我说话啊，他跟我说一句，跟他幻听说3句啊，这样各位知道吗？对，那请问他的幻听实不实际？很实际，是你听不到啊，这懂我的意思？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是很主观的经验，你不能说你听不到，它就不存在。所以我要说的是，它是一个什么？实存，而只是我们缺乏去感应的能力，缺乏去知觉的能力。好，所以我第一个要讲的是个人化跟亲近化。来，各位，学校讲的第二个是什么？生活化。我今天早上在管顾的时候，我上课我最近有2件事情让我吓一跳，让我吓一跳。好，各位，让我强烈怀疑，这是戏剧化，让我强烈怀疑我被监听，我被监视。我怀疑我被监听，可能被天上的卫星。或是这里什么监听器，而且他可以听到我的思想。
各位，所以那个被叫 source of being monitor， source of being monitor 就是还有 source of being known，source of being known 什么意思？他觉得他在想什么，有一个能量可以听得到。还有 source broadcasting， 来，各位仔细听视觉失调会有很多现象，一个现象是我在想什么，会有一个东西可以知道我在想什么，对不对？当你在想什么都是被知道的，请问你会不会疯掉？那时候就是你要住院的时候了。各位听懂了没有？source of being known， 你在想什么，有个东西知道。第一个，他不但知道；第二个，他会再把你想什么广播给所有人听。其实精神科的视觉失调，它就是有这个现象，就是我在想什么，别人知道。他不但知道，他会透过电视广播把它说出去。然后我在想什么会有个东西知道，然后天上的卫星可能在监控着我一言一行，甚至还会评论还有评论他会有幻听，会评论你的思想跟言行所以为什么他们常常会会抓狂，就是这样子。那我最近我有这种感觉，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我那天上课我有提到，前几天我太太在跟我分享一段小红书的视频，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家要养2只小鹦鹉嘛，所以我太太会经常到小红书去看有跟鹦鹉有关的视频。那小红书很好玩，你只要去搜寻一个东西，它就会跑出全部同类的，对，这大数据啦。那我太太那天就搜寻到一个视频，非常好玩。她的视频是那个叫什么秋裤鸡。那天我在台北分会我稍微提到秋裤鸡。来，各位，秋裤就是卫生裤的意思，就是冬天很冷穿卫生裤。秋裤鸡是什么？它是一个鹦鹉，叫凯克鹦鹉。你之前养是养什么鹦鹉？折中跟西密鹦鹉，对不对？好，来，秋裤鸡是凯克鹦鹉的别名，因为秋裤鸡、凯克鹦鹉，大部分鹦鹉的脚是没有毛的，它的脚有一圈毛长上来，看起来就像是穿的卫生裤。听懂了没有？凯克鹦鹉它的脚上有一圈毛长上来，看起来就像穿的卫生裤，所以它的外号叫做秋裤鸡。那凯克鹦鹉算是中小型鹦鹉，年龄是20岁到40岁。这个鹦鹉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它喜欢走路，不喜欢飞。它喜欢搞笑，翻跟斗。它喜欢斗退路，来取悦主人。它很爱玩，很调皮。好，那这个鹦鹉在大陆是属于2级保护类，个人是不可以养的。好，听说之前在台湾价格蛮高的，一只大概2-3万到10万新台币。好，算是比较稀有的鹦鹉。好，在大陆是2级保护类的，是个人不可以养殖的，所以它非常稀有。我这辈子也从来没看过。好，我以前也是常跟我太太去逛鸟街，也没有看过这个鹦鹉。大家知道鸟街有很多什么琉璃鹦鹉啦、金刚鹦鹉有没有？那这个鹦鹉没看过。那最多的当然就是和尚鹦鹉嘛。好，这个我没看过。就前一天我太太就跟我看这个视频，她说：“你看这个秋裤鸡好好笑哦，它会这样翻跟斗，然后它会这样子，在那边取悦它的主人。”我就跟我太太说：“那你以后养一只啊？”我太太就说：“哎呀，那个我们家2只小鹦鹉，不然就等它们寿终正寝怎么样再说嘛因为我们家小鹦鹉比较小，它怕来的时候会打架或怎么样了对。结果隔一天，我们晚上去散步，许是看到对面有一个妇人走过来，肩膀上站一只鹦鹉。我一看，请问
你肩膀上那一只是秋裤鸡吗？”那主人就停下来了，知道这是行家。晚上哦，我竟然一眼认出来那是凯克鹦鹉。各位，后来主人告诉我，就是到晚上8、9点的时候，他们家那只鹦鹉一直要去开门。他知道鹦鹉会开门哦，用它的脚啦、嘴巴啦要去开他们家的那个锁，要出门。那主人就看没办法，至少带它出门。所以我回到刚刚讲，我怀疑有一个偷听到我跟我太太的对话，偷听到我们前一天晚上的想法，就不知道透过什么东西传给那只鹦鹉，或传给鹦鹉的主人，就竟然第二天，我就在我眼前看到这一只鹦鹉。各位，你说有没有鬼？我这一辈子没有看过这个鹦鹉哦。来，在座的同学有养鹦鹉的哈？来，凯克鹦鹉多不多？你根本不知道这个鹦鹉是？你是养鹦鹉的啊？你只知道玄凤，对。听说玄凤肠胃比较不好，而且很容易受惊，很胆小啦。但日本人很喜欢养玄凤，很多玄凤都被吓死，太胆小了。对，然后那天晚上，那个凯克鹦鹉，我太太就问说：“啊，这个鹦鹉凶不凶？会不会咬人？”结果他就走到我太太的手上面去。我先讲第一个，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看过凯克鹦鹉。第二个，它是比较在大陆是属于2级保护类的。第三个，怎么会前一天我太太才给我看这个视频，第二天就遇到了？所以我一直知道我的思想被监控。来，各位，我问你，请问这种几率多大？几乎是0哦。所以徐师要讲一个概念，我当然是刚刚用好笑的方式来想。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所谓的守护神或守护灵，他在 watch you。watch 什么意思？手表没有啦。watch 是什么？他在干嘛？就老师就调皮的同学会怎么说 ？You, I watch you。我盯着你的意思，有种同意思哈？这个守护神他一直在 watch you， 但是我先讲，他是不批判的。好，所以你们私下做什么坏事，好看爱情动作片什么，他是没有批判的哈。小时候偷拿妈妈的钱哈，他是不批判的，他就是 watch you。所以我要讲的是，这个守护灵跟守护神，它是真实存在的能量。我先强调这一点。但是过去因为人类还不够成熟，所以它被投射成了宗教上的神跟佛。来，懂我意思哈？就是个人内在的神性跟佛性被投射成了宗教的神跟佛。有没有记起来？个人内在的什么神性跟佛性被投射成什么宗教上的神跟佛？所以许医师的使命跟赛斯心法的使命有一部分就是把宗教上的神跟佛还原到你个人内在的什么神性跟佛性。鼓掌。这就是赛斯心法的目的，这就是赛斯心法的目的。所以我刚刚讲为什么许医师帮助这么多癌症的患者。来，我问各位，我当然会讲宗教上的神跟佛对我们有没有帮助？有啊，但是是宗教上的神跟佛对我们的帮助大，还是还给你个人专属你个人的内在神跟佛哪一个帮助大？自己的嘛，对。也只有你爸爸妈妈会给你遗产呐，要不然谁要给你？叔叔伯伯是他没有小孩的时候才会给你嘛。就像费玉清的遗产，这就要给那个张飞的小孩一样嘛。怎么会讲到这个呢？因为费玉清没有结婚，没有小孩嘛。对，OK， 好，所以刚提到的赛斯心法跟许医师
存在的一个目的跟理由，是要把过去我们投射出去到宗教里面的那个神性跟佛性，但是我不要把它怪力乱神。其实神性跟佛性，我们讲很简单，就是我们的爱、智慧、慈悲、创造力、喜悦跟什么神通，它是属于我们内在每个人的特质。然后怎么样把这个东西把你个人化，然后把它什么生活化。来，早上我举了一个例子哈，当然这是一部印度电影啦，叫《奥迪神》呐，第2集，好，那当然是一部好笑的电影啦，各位有机会看看。地神啊，好 ，Oh my God， 第2集，印度片，讲一个青少年的故事啦哈，那内容我就不讲了，你们去看。那我要指的这部电影的关键2个重点，一个是坚持信念，一个是一个所谓的神，它如何具象化跟生活化到你的生命当中来帮助你。我要讲的是这个东西。简单来讲，就是一个高中生遇到他的危机，在学校被霸凌，发生一些事，然后网络霸凌。那因为他爸爸是虔诚的信徒，最后这个天神就派了一个使者来帮助他爸爸渡过难关。剧情很简单，甚至很幼稚，但是我觉得某部分它代表的是我们怎么样把宗教上所谓的神跟佛个人化、生活化、具象化、实用化，成为你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来，我再回到我刚讲，徐师刚讲那个塔克鹦鹉有没有？来，我刚不是跟大家讲，我觉得有个东西在什么？偷听我的想法。来，各位，就是宇宙的这个守护神跟守护灵，他知道你内心最细微的念头，而且知道你的起心动念。来，仔细听哦，尤其是带着很深的情感因素的。所以各位记不记得赛斯心法说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你创造自己的实相。那什么样的实相创造最快？带着强烈的情感浓度。简单来讲，你内心越渴望的东西创造的越快。各位，内心不是头脑，不是头脑，我先这样讲哦。很多人说我很渴望，我渴望怎么都没有。各位先搞清楚，是内心渴望还是自我还是头脑？因为我得讲清楚，很多人都是在头脑啊，很多人都是要头脑啊，因为他没有自我面对啊，他没有面对他的内心啊。所以我们赛斯心法的修行，不是只是听头脑的声音，它是要回到内心，你要勇敢的面对你的内心。好，所以回到我刚讲，那个凯科鹦鹉那件事，我觉得有一个守护神或守护灵，他在偷听我的想法，他在偷听我跟我太太的对话。来，各位，徐师要讲感动的地方了。这个守护神跟守护灵，知道你人生当中遇到的每一个痛苦跟困难，它其实就是宗教讲的寻声救苦。可是现在苦的是谁？是你。他不是高高在上的通用版的观世音菩萨，他是什么？属于你个人的。各位懂我意思吗？其实就是要特别强调，他不是一个标准版的高高在上的一个妈祖或观世音菩萨，他是专属于你个人的能量的一部分，可是它也是整个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明白了哈？对，这是我要强调的一件事。所以所有你的一切，包含你的转世，你的起心动念，你跟你周遭的每一个人的对话，他都是知道的。而且各位，我在讲重点，他会知道你现在遇到什么困难，他会知道你现在是
缺钱、缺爱，还是缺卫生纸？啊，还是缺油，还是缺米酒？各位，我打这个比喻哈，他知道你现在人生碰到的困境，但是各位，他没有那么简单。为什么你说他那为什么不出现在我面前就一罐米酒给我？对，那这么简单就好了啊。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地球跟物质实相是有它的游戏规则的。好，就像佛陀也讲过，佛没有办法度不相信他的人，明白吗？它是一个能量的一个互动。好，我举这个例子，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又让我几乎确定我被监视了，我被窃听了。各位，就是前天发生的事。对啊。好，那天晚上我就跟我太太在讨论一个我们诊所很久没有看到的心理师。以前在我们诊所是实习心理师啦。那为什么特别记得他？因为他夫妻2个，都是中年转业。然后这个男的以前是药师，这对夫妻中年转业，好，然后一起去念研究所。各位很少哈，一起去念心理研究所。然后夫妻2个前后考上了国家心理师执照。好，我前天晚上跟我太太在特别聊这个人。好，因为有另外一个认识的，就是比如说表姐妹啦哈。假设我认识庆和10几年，好，我认识应婷也10几年，可是竟然我不知道他们是表兄妹，各位懂我意思哈？我竟然不知道。有一天我就哎呦原来你们是表兄妹，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好，后来那天我就跟应婷谈，我说应婷要不要谈啊？应婷说。其实那个庆和就是我表哥，我认识你10几年，我认识他20几年，我怎么不知道你们是表兄妹？就是类似这样，你懂我意思哈？比喻啦。就后来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跟你讲那个我说那个他这个然后我太太也吓一跳，因为。认识嘛？各位，我再讲一遍，我被窃听了，各位，结果真的是第2天。好，因为昨天是礼拜5嘛，是我们诊所的教学门诊。1点半我下去，我已经很多年没看到这个人了。1点半我下去看到那个人坐在那里。靠，见鬼！因为他是不该出现在那里，因为他已经毕业了，他已经考完心理师了。我也没有问他为什么那天要回来哦，他回来参加我们的个案研讨会，还另外留下来参加许医师的心理师的团督，然后他也参加早上的门诊教学。我前一天晚上才跟我太太说，那个谁啦，这个哎呀，我第2天看到他坐在那里。我确定我被监听了。你们知道那个起鸡皮疙瘩的感觉吗？各位，太恐怖了，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当精神科病人，我不应该当医生的。你就是久病成良医，9医成病人，好不好？久病成良医没什么了不起，医生当久了变病人才了不起，好不好？我100%确定我被宇宙窃听了，我100%确定我跟我太太的对话一直被窃听，然后他竟然第2天他坐在那边，对不对？就昨天的事我就不讲名字了。好了，回答了哈。我真的吓一跳，我真的吓一跳。所以我再跟大家讲，我觉得我被窃听了。所以跟我今天要跟各位讲的主题，这个守护神，我这样讲，那个具象化就是
我就只差没有亲眼看到他站在我旁边一个神，听懂了吗？好，就是背后灵的概念啦。我就只差我没有在旁边看到他，其实他有没有在我旁边？有。来，所以各位仔细听哦。赛斯心法，如果我们相信一切万有是可以幻化千万的化身，那我要说，你们每一个人那个守护神，他就是来自一切万有，明白了吗？好，就像徐师刚刚开玩笑讲的，他在窃听我所有一切的什么思想，所以为什么信念会创造实相？懂了吗？信念是什么？你自己在那里起心动念的过程，你自己在那里起心动念的过程。各位，好，所以我要这样讲，某部分那些所谓的思觉失调的个案，他们并没有错，某部分他的症状并没有错，但是我再讲一遍，不是说他不应该吃药跟住院，那是另外一件事。他之所以吃药跟住院，主因不是这些症状，主因是他的日常生活功能丧失了，明白吗？如果我今天可以幻听跟妄想，同时可以工作做得很好，钱赚得很多，你管我幻听妄想哦？各位，你不知道吗？所以当年我们在学这些精神疾病的时候，这些精神疾病其实都没有病，这群人都没有病，懂我意思吗？他之所以需要吃药跟住院，不是因为他有幻听，不是因为他有妄想，不是，是因为他的什么？生活功能丧失。如果今天我有幻听，我有妄想，我可以上班上得很好，我可以人际关系很好，我可以赚很多钱，我为什么要住院？我需要吃药吗？所以他们之所以吃药跟住院，不是因为精神科的症状，懂了没有？是因为他的生活功能，他的 daily life， 他 daily function， 就是他的生活功能错乱的，他的生活功能丧失了，他才被定位成病人，明白了吗？不是因为精神症状，不是因为精神症状，这点我们要先讲清楚哦。谁说有幻听有妄想就一定要吃药跟住院？如果我有幻听有妄想，我一样帅的不要不要的，我一样人生成功快乐的不要不要的，你觉得为什么我要吃药？对不对？可是我如果半夜在外面一直这样自言自语，一边脱衣服脱裤子，当然我就要被抓去住院，那还有什么可说的？所以这样懂了吗？所以不是因为他的症状，是因为什么？他的功能出问题了，明白了哈？所以从来不是症状，我们先要仔细讲清楚，好不好？这样各位有没有概念？就我们评断一个人是不是精神病患，是不是需要吃药跟住院，是用这个东西来评估的。好，我再回到刚讲这个好，守护者的概念。各位，赛斯有提到，这是赛斯对鲁伯约瑟说的，我也要跟各位讲。赛斯说，鲁伯跟约瑟是被能量守护者，赛斯的学习者跟推广者是被能量怎么样守护的？意思是说，你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是被守护的。鼓掌。各位，你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是被守护的。对，所以这个守护者也好，协助者也好，护持者也好，来，我再讲一下。赛斯甚至说，当鲁伯修行的很好的时候，他还能把他的守护者派出去协助别人。意思是，如果你修行的好，你甚至不只是守护自己，你还能够种出意念去守护你的家人朋友，懂了吗？只是从这个角度切入。各位，今天如果你心灵的能量是丰盛的，我再举个例子，那天在台北分会有没有一个学员坐在前面他是那个台大电机系毕业的，他说他看完了心灵的本质就离婚了。后面有个同学提到他之前外遇，他很想自杀，后来听到许医师的演讲，
好，原来外遇的这么多，对，那也不差他一个，也没有必要一定要自杀了，对不对？对，是啊。他说那时候他最想自杀的时候，到河边去散步，就刚好听到徐医师的演讲，对，就陪他度过所有的忧郁的岁月。好，然后那位台大电机系毕业的也是啊，好，看完心灵的本质，他就离婚了。离婚的时候自己带小孩，在台北市买一个房子。好，赛斯心法陪他度过所有他的婚姻的痛苦，跟一个人奋斗的人生的痛苦。是啊，好，所以各位，好，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第一个，回到刚佩仪主任提到的，你们一定要先守护好你们自己。来，就像徐师那个上一篇 FB 我写了嘛，好，赛斯跟一般宗教不一样，宗教是要牺牲自己去爱众生，有没有？牺牲小爱成就大爱。赛斯说什么？没有小爱的人，大爱都是屁。赛斯说，如果你不能真正的爱一个人，你说你爱众生，那都是假的。如果你没有办法真的爱一个人，你宣称你爱很多人，那都是鬼话，明白了吗？后来许医师下面就写了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不能守护自己，一个人不能够坚持守护他的身心灵，各位，那请问他要守护谁？一个人如果不能坚持去为他的权益伸张跟保障，为他的权益而奋战，请问你说你要去为别人守护，那骗人的。因为我们华人最喜欢虚伪，好像我不可以为我自己，我为别人就可以，有没有？哎呀，然后很多人就说我不是为自己，我是为众生。对，好，徐师，我希望你的每一本赛斯书都免费，但是我跟你讲，我不是为自己，我是为众生。啊，徐师，我希望那个赛斯网络电视还是什么，全都免费，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众生。我的香蕉，你个拔蜡！各位听懂我的意思吗？传统的这种陷阱最喜欢搞这一套啦。你不要说你为别人了，你就为自己就好了啦。你不要跟我讲那有的没的啦。我们的华人的文化最什么？虚伪，最虚伪。好，赛斯心法很务实，务实什么？先守护好自己，先守护好自己。如果你不能坚持你自己的健康弄好，守护你所在乎的，坚持的守护你应该有的，属于你的，你凭什么去守护众生？明白了吗？对，所以徐医师不搞虚伪那一套，我给各位看到真正的很落实的人性跟神性，明白了吗？对啊，那你说推广 OK 啊，像我们今天的公益讲座，来，学生有拿讲师费吗？没有啊，我连这个交通费都没编啊。对啊，然后学士现在赛斯管顾1个月1次的现场的赛斯读书会怎么样？全免费啊。那学士1个月1次台北分会的赛斯读书会怎么样？全免费啊。对，但是我也跟同学开玩笑啊，免费的最贵啊，因为我不要收你们场地费，我要你们的财产啊，我要你们的房子车子啊，我要你们多余没有用的金子啊，还有你们的房地产啊。对，好，这有点开玩笑的啦，因为对啊，这就是推广啊。我们再回到这个部分，小爱就是大爱，大爱就是小爱。来，守护好自己代表什么？第一个，你有没有让自己身心平衡？第二，你有没有让自己受很多的委屈，到你会去用爱勒索别人？对。再来，你有没有把自己真的照顾得好？来，如果回到今天徐师要讲的主题，我今天的主题是，我要各位你们连接到你们内在的好守护神。我刚刚讲了赛斯心法跟学士的目的是这样，我要你们每个人透过赛斯心法的学习，透过我们所有的讲座，连接到自己内在的什么爱、智慧、慈悲、创造力、喜悦跟什么神通。你们要连接到这个能量，然后
感受到你跟这个所谓的守护神或协助者或护持者的能量连结，然后把这个守护神怎么样个人化、生活化、具象化、实用化。好，然后我刚讲哈，你们去参考这部电影里面的概念，就像刚许医师举了凯克鹦鹉跟刚刚这个心理师的这个故事，刚的笑话是，我觉得宇宙在监视我。各位，监视我的意思是什么？他也在守护着我啊！我希望在座所有的人，不管怎么样，终其一生，你是被守护的。以基督教的说法来讲，你是被祝福的，但是它不是一个虚伪的、高大上的、假大空的，它是实际的，它是生活的。来，各位明白吗？它是生活的，尤其当你遇到人生的困境的时候，当你遇到生命的苦难的时候，你可以跟这个守护神做连结。但是我要讲各位，对不起，这是学习跟修行的一部分哦。这是学习跟修行的一部分哦。它不是说跳在你面前就出来了，不是哦。或当你遇到困难，走在路上有人给你1000万哦，你敢收吗？你要诈骗集团哦。对，懂我意思吗？好，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哈，我最后再强调一次哈，来各位，请不要随便网路认识人，身体被骗的就算了，钱不要汇出去。于是再强调一遍，最近2个个案，好，一个是这个牙医师，好，未婚被骗了950万，爱情投资诈骗，各位他都会关心你。嘘寒问暖，还会帮你做精神分析，支持你，很多手段。另外一个是，一个这个退休老师，74岁被诈了650万，投资诈骗，因为想多赚一点钱给孩子买房子。我说，先照顾好自己啦，650万不见了，骗他投资什么虚拟货币。什么区块链，各位，再讲一遍，不要，好不好？好，一定要把自己守护好。那今天这个守护者的概念，你们要不断的学习，来开启每个人内心的什么？爱、智慧、慈悲、创造力、喜悦跟什么？神通，好不好？好，赛斯村的活动也希望各位参加。好，然后我们等一下3点半有工作坊，那希望接下来继续一起学习的。好，那我们可以接下来一起学习。那今天谢谢大家。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请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支持赛斯教育基金会，支持赛斯网络电视台，让我们用不一样的角度一起看世界，来体验共同创造的一切。